来新闻大白话，在近期呢，我们讨论度非常高的就是日本的核废水的议题了。而我们看到呢，在南韩、中国大陆呢等其他周边的国家抗议声不断。不过，南韩的总统府竟然是先公布了一段画面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其实呢，在这个画面当中呢，就可以看到是他们在公开的是总统尹锡悦和总理呢两个人哦，在这个每周例会哦，当然会吃个午餐嘛。可是呢，这午餐吃什么？这画面公布呢，是他们吃海鲜。在这个当然也引起大家议论哦，说难道说现在是在帮这个日本的海鲜要来解套吗？那当然，这个例会呢也被说这是不是一场作秀的大会呢？那也说呢，这其实是在28号的时候哦，很罕见的公布了这样子的一段画面哦，因为过去呢可能并不会呢主动来提供给大家看到这样的画面哦，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员工他们在员工餐厅哦来用餐的时候呢，也是大啖这些海鲜哦，说天天提供给南韩的海鲜来安抚民众，叫民众说不用太担心哦。可是真的能够不担心吗？所以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在这个共同民主党的议员哦，就大呛哦，说那我们干脆就把这个核污染水运到总统府，当作是总统府的饮用水好了啦。那还没有说为了促进消费啊，韩国的总统府就在食堂内增加提供这个韩国的水产品哦，这根本就是作秀哦。甚至呢还有说要让这个企业的食堂也多吃海鲜，大家都人心惶惶然后你就一直叫我们要吃哦。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学校的食堂说很担心哦，会不会也效仿这样子的做法哦？那南韩的民众到底多气呢？气到他们把这个总统的照片啊，直接丢在地上不断的呢用脚踩哦。还有日本大学的讲师啊，就借着污蔑中国为日本排海来洗白，结果纽西兰的媒体人呢也反击哦。这是学者呢这个杰弗里霍尔，他就说中国大陆政府啊是出于政治动机，在核污水排放的时候呢，实施对日本的水产品禁令哦，还说中国大陆的核电站多年来一直也是在排放类似的废水啊。那他还用图片来证明说，对正常的核电站冷却水跟福岛核污水呢，说进行这个对比哦。这是纽西兰的媒体人，他就反驳了这样的说法哦。那当然呢，在这个核废水的议题上呢，中国大陆自然呢也是民怨难消哦。我们看到呢，日媒就说中国大陆的人啊，疯狂的打电话，甚至呢还有人说，我真的是期待富士山可以爆发哦，打到哪里？打到日本外务省来抗议哦。还有就大陆网友说，为什么要希望富士山爆发？因为呢，与其共生死哦，就是希望他们一起共生死，再见了，永别了。那还有呢，这名大陆女子相当的激动哦，她就大哭，她说日本怎么这么坏啊？如果是战争的时期的话呢，就直接攻日了，就要把那些排放核废水的人丢到海里去喂鱼。而目前说是已经排放是超过1000吨的核污染水哦，所以现在这个反日的情绪呢也不断的高涨哦，这个大家也开始呢狂骂啊。像是呢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大陆的女子我们先来看一下她多激动。我操！日本怎么打我？日本以前打我们，现在还放这个水在海里面。我现在想把他们那些放海水的那些人扔到海里面去喂鱼。好，就是这样的反日情绪高涨，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外务省就提醒说，要这个国人不要大声说日语哦，然后不要接近这个日本大使馆及日本人学校的时候呢，希望他们可以仔细观察现场。还有就是遇到抗议活动的时候，不要刻意去拍照啊，来挑衅哦。那当然，这个打爆的电话呢，就说有上千通哦。岸田文雄就喊话哦，他说呢，强烈请求中国大陆安抚人们，也保障日本人的安全呢。这是不是有点怪
怪的呢？起头的人不就是日本自己吗？那日本的官房长官也说敦促北京你要叫民众去冷静一下不要那么激动而日本的驻中国大使馆呢，也说已经要求北京依法严正来回应了。可是大陆显然真的是止不住这个民怨那当然官方有一些动作是全面停止进口水产品了，所以导致说日本的扇贝出口是销售额大减。而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在渤海的潍坊港也进行了这个实弹的操演那相较于亚洲国家南韩跟日本呢，现在很多民怨呢可是我们看到在欧洲反而是嘲讽说亚洲你是不是反应太过度了呢？德国的辐射专家就说，只要合适的稀释，他认为这里头的这个对环境的伤害是很小的，所以排放到大海还是比较好的方法。另外还有辐射学者呢，也是西方的学者，就提出说，欧洲的有一些核设施可能排放的更多，但是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当中。可是呢，大陆就有一个清大他们的模拟当中就显示说，只要1200天这些核废水就可以覆盖整个北太平洋了。那当然这些污染物呢，会同时在赤道洋流的作用下，就沿着美洲海岸向南太平洋快速的扩散，而且还会通过澳洲北部海域向印度洋移动。所以这件事情，这已经不是只是单单区域的事情，它可能影响到的是全球都躲不过这个灾难那海外呢，也有网络上评语说，纵容日本核污染的水排放入海，美国才是够损害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核污水首日就超标了200倍。美国的国家海洋实验室的协会就说，这些排放将会威胁到全球有70%的渔业。而美国是今年上半年减少进口日本农林水产最多的一个国家，主要减少的3种食品呢，主产地就位在核污染水的排放影响区域那你不是说你自己不担心吗？你还不是要嘲讽一些亚洲国家吗？就是现在其实还是没有办法避免说这个很担心的情形嘛。先请教介大使，怎么看说在尹锡悦这个带头，大家说大头舔日吗？对，尹锡悦也是舔日，名列前茅啦。不过跟有一位谢先生来比话，尹锡悦还是要跟谢先生多学习谢先生比他更胆大妄为那不过就是说尹锡悦他现在他的民调在韩国掉得很低对，他这个上一次前一阵子已经他已经掉到差评，对他表现不满意的已经占57%了，好评的也不过才32%。所以事实上他的名望现在在韩国很糟糕，而且这一次日本这个排放核污水不负责任的行为韩国民间反应非常强韩国不愧还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抗议民主情绪很强，所以尹锡悦等于说是跟着韩国的民意对着干，他的命运可以看得出来。不过韩国反正这个总统就是干一任，所以为什么尹锡悦会这样硬干呢？就是他只要干一任。那在中途，我问过韩国朋友说，你们要把总统拉下来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他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被弹劾，必须要有法律上的瑕疵，法律上的犯法。可是尹锡悦也要小心他这个岳父岳母家里面现在已经有人有问题了，就是他太太那个家族里面现在已经有问题了。如果因为这些所谓的贪污舞弊的案子的话，他还是很可能干满不了5年。而且韩国的政坛全世界有一个位置是最危险的，就是说下来以后一定进监狱的。南韩总统就是南韩的总统。所以尹锡悦，我觉得他现在得罪韩国主流民意，得罪到这种程度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算是蛮危险的算是蛮危险。那我们有一位谢先生的话，他基本上他反正就是基本上反正就是也不选举了嘛。那他的动机我们不明啦。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有让我们这个台湾人的在日本人在面前更被人家看不起。因为做这种发言实在是无法理解了。所以将军怎么看说大陆现在怒火难消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反日的高涨的情绪？这个
反日本来就有历史情节在里面，何况经过这样一搞，你自己做这种非常无厘头的排放，你要知道，核子污染的东西，它的半衰期是数千年到万年的，它不会消灭的了。今天你放到海里，看起来是稀释了。小虾吃了，小鱼吃小虾，中鱼吃小鱼，大鱼吃那个大鱼身体里面又把它这些东西都累积在一起了。你吃鱼你不担心吗？这个海洋是世界的公共财，你日本在这边排，中国大陆跟你又这么近，大陆的渔业还要不要混呢？所以全世界的核能厂啊都有废水。什么叫废水？是冷却水。我们不是在基隆外海，你看那个鼻头角，它排出来水温度高一点，我们测试都测珊瑚礁有没有白化，白化就代表温度高，它只有温度高一点的影响，并没有核子污染的影响。但日本那个是进到炉心带了核废料出来到海里去，怎么会没有危害呢？所以啊，你看美国支持，韩国支持，日本支持，我讲政客本来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子，没有一句讲的是真话。美国老百姓不担心吗？美国很早以前就禁福岛的产品了，对，连水果都禁啊，对不对？嘴巴里讲支持，骨子里他禁的比谁都凶。你等到这个200多天以后，这个污染的扩散到美国的西海岸、东海岸的时候，你看看你是什么状况。所以这个问题啊，日本做这个是叫很缺德，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你这种叫绝子绝孙的做法。这个欧美真的有办法，这个可以置身事外吗？来，老师。我觉得没有办法啊。我有几个主张了哈。第一个主张是说，一直在强调日本这个核污染水低于国际的标准。对，我也看到 BBC 有一些报道说，哎呀，他们的这个核污染的水的污染的情况比一般我们的这个水库里面的饮用水的这个放射性的标准都还低7倍啊。那如果是这种主张是站得住脚的话，它就不需要排到大海去。对呀，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于说，既然是那么安全，然后那我觉得应该用那一些水来养鱼，把鱼苗放进去，养好了以后就供应给韩国的总统，他那么爱吃，还有他的所属的政党的议员，还有日本的政客，还有欧洲人说没有问题的，都供应给他们吃。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那么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欧洲他们觉得说，哎呀，你中国大陆大惊小怪，没有那么严重了那如果既然是如此的话，因为目前来讲，日本的这些总共大概是130万公吨左右核污染水。那我们都知道，世界大型的这个邮轮一艘邮轮可以载运30万吨到50万吨都不止。那我个人是强烈建议啦，我说应该是由这个日本租几艘这种大型的邮轮，把这个核污染水都注进去，然后把那邮轮开到欧洲去，北大西洋，在那地方给德国啦、英国，他们认为中国你大惊小怪的就放出来嘛。给这个瑞典的，哎呀，说美国的标准 OK 的，就把它放出来，就在北大西洋放看看欧洲人是什么反应。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德国的环境部部长已经站出来反对了。他说我们不赞成任何被放射性污染的这些资源倒入大海。可是问题就在于，那你的政府为什么不表达态度？然后你的法兰克福汇报还说这个大惊小怪不严重。那你如果真的是不严重的话，那你欧洲就来接受把日本的这个污染水就带走嘛。那要不你就是你日本一直在跟世界各国说，我这是低于标准的7倍，那大家就问同样一个问题嘛，你就直接注入你的湖泊给日本人使用就好，你就不需要那么慷慨的要供应给这个强迫大家接受，给大家说，我帮你稀释海洋的浓度哈，那因为我的污染的程度，因为韩国跟日本都说，哎呀，我们有去检测。好，检测出来以后，它比一般的海洋的放射性污染更低耶。那如果是这么好的话，那谢谢你对我们的海洋进行这个清洁的话，那你就倒到韩国的湖泊去，
去清洁你韩国的湖泊，清洁你日本的湖泊，我们的大海不需要劳你这个价。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类的公愤呢。今天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生气？我觉得这个最主要是因为日本人目前来讲，这只是第一波17天，他计划把7800吨要排出去，他现在已经排出去了1000多吨了。那各位想想。这样子放第一波才17天哦，他要放30年到50年，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必须要给日本足够的压力，制止它再继续排放，应该要停止了。再强调，所有支持日本核污染水的，麻烦您把那个水带回家，自己去养鱼缸，带回家自己去放在你的这个饮水用品里面，自己去饮用吧。就再下去哦，可能这日本政府真的会变成是大家的公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说啊，现在呢，这个中美之间的问题是不是要先停在经济了呢？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陆的文旅部长是跟这个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他已经访华的正在进行的。那当然，两个人就会面了，说是这一次呢会面呢，希望可以建立新的沟通管道双边关系有机会可以改善。而呢，这会面时间大概有4个小时，那也同意说呢，未来这个小组的相关会议啊，1年有2次举行。这其中呢，就一些各自在意的议题，像是雷蒙多就是提到美光啊等等的。那在陆方呢，就是提到说美国对华的301关税、半导体政策等等这些议题，表达严正的关切哦。好，那美国呢，官方就说，一刻都不能浪费哦。他们呢，这个中美出口管制有这个讯息说这个首次会议在29号就要来举行了。那会地点呢，在北京，是由美国商务部的这个出口执法助理部长来亲自主持。海外的这个网评呢，就有篇媒体报道说，中美啊，其实应该现在是要拉长经贸的合作清单，也要缩短负面的清单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包含纽时啊、彭博等等啊，都高度的关注说呢，这个将会处理中美一系列棘手的经济问题，也要推动两国政府努力稳定这个关系的一个契机哦。那当然也提到说呢，中美的经贸关系还是压舱石哦，美方也要拿出善意来进行合作可是呢，就有认为说，其实雷蒙多的访华，大家当然说，会拿到什么样的进展呢？可是呢，很多这个评论呢，都认为说不是太乐观的，因为不会有特别巨大的收获。不过至少有一个亮点就是为了2023年的所谓呢，可能再晚一些进行的中美领导人的一个见面有可能先进行铺路。可是呢，就在这个中美双方还在各自的斡旋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中东呢也是扩大了跟中国大陆的合作。伊朗是把一个价值27亿美元的机场项目给了中国企业，那么这个伊朗的官员就透露说，他们呢签订这个合约授权扩建最大的这个国际机场呢，至少就是花了27亿美元之外呢，还有说中国大陆和阿拉伯国家建立一个防治荒漠化中心的一个协议那这个协议呢，会有什么100亿棵树的启动生态太阳能治沙的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投资。另外呢，是搭上这波学汉语的热潮，所以呢，沙烏国阿拉伯列为必修的科目就是呢，也要加入这样的学汉语的一个热潮那金砖国家现在不是说的扩张吗？这个其实呢，似乎也是长期这个博弈中的一个重要的一步，像是呢，把伊朗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就纳入了金砖国家，这个呢可以增强中国大陆在中东的影响力。所以呢，金砖国家的东扩会议说个 G20 会不会变得过时呢？因为现在随着6个新的国家到来，或许还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国家这些金砖国家集团他们也正在呢日益的扰乱了西方的霸权，因为呢透过这样的
的结盟哦。所以金砖国家其实主要你看它世界人口和石油产量哦，已经是占了世界的一半了，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那金砖国家集团现在是 G11嘛，所以他们也是希望说可以透过一些协商的方式来运作。可是呢，这当然对他们来讲呢，也有一些自身的负面影响哦。因为呢，金砖国家和他们的成员已经达到了能源贸易和支付体系一个很微妙的十字路口，所以最终呢，可能就会催生所谓的全球能源和金融政策的一个重新塑造了。好，那现在我们刚刚讲完国际的状况，拜登啊，现在他很关注哦，因为呢，他自己可能在国内呢也面临到一些难题，所以他是不是因为这样也要赶快到国外来寻求更多的支持呢？因为他想要竞选连任，但是有77%的美国民众说他年纪太大了，所以呢认为他不适合。另外呢，不止89%的共和党人这样说哦，就连民主党人呢也有69%是这样认为的。好，那拜登的儿子呢，现在更糟糕的是哦，还涉嫌财务不当哦。麦卡锡都说国会将会展开弹劾的调查。那他也提到说，共和党人寻求扩大调查权哦，他说这件事情是很自然、很正常再不过的事情了。好，那接下来呢，拜登呢是不是就因此哦，他也要开始有一些新的可能？所以呢，他就是在下个月要访问越南。那白宫呢也证实说，在9月10号的时候会访问越南，会晤越南的总书记哦。那在访问前呢，他也会先在印度进行多天的访问，也要参加 G20 的峰会。可是其实越南会接受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越南呢也曾骂过拜登嘛，所以大家应该对那个还是历历在目。先请教介大使，怎么看说现在的中美的问题哦，还是这个停在经济吗？对，经济是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最根本的，经济走下坡，国力就是走下坡。经济走上坡，国力就走上坡。现在美国的经济状况，虽然美国的西方的媒体都是在唱衰中国大陆经济，可是中国大陆基本上今年还是一个正的成长啊，不管你是5.2%还是4.2%，相对美国都比较占优势啦。那美国跟中国大陆打了差不多4年多的这个经济战、科技战，事实上的话，现在有一点出现问题，就是美国内部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那上个月，美国3大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公司啊，到华府去找拜登政府谈。那么里面啊 ，Intel 就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现在啊继续禁止对大陆市场的销售的话，对大陆的投资的市场投资的话，反过来会伤害到美国，因为大陆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市场，有的公司是3成，有的是2成、2成，甚至有4成的。对，所以你现在不让美国的产品销到中国大陆哈，美国自己的厂商受伤，跟中国大陆这个公司受伤啊，几乎是一样的。所以 Intel 已经跟美国拜登政府下了通牒了，他说他也没有说下通牒，他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在 Ohio 州的那个$2000亿的那个厂的投资啊，可能就没办法进行了。那这个对拜登来讲是很大的威胁啦，所以我觉得这雷蒙多去啊，他有很多事情要跟中国大陆谈。而且过去我们看，大概在去年今年事实上，甚至前半年以前，中国大陆很少反手去打美国。最近中国大陆不但那个公布了3个公司是要实体清单要惩处的啊，包括美光，包括这个洛马，包括雷神，另外一面还有这些重要的产品的限制出口，这些美国都可能受不了，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去双方都各有手上各有筹码，也各有目标，可是你要很快突破比较难。不过呢，现在开始认真的在谈双方实际利益上对自己有利的，我觉得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啊。来，赖老师怎么看？中美关系的变化确实就是从经济开始啊，从川普时代祭出301法案，给中国增加很多的关税，中国起来跟美国对抗。过去美国的301修理我们台湾、修理韩国、修理很多国家都很有效，唯独对于中国大陆就踢到铁板。那中国大陆挺身跟他对抗的情境下，双方不断的加码，那这样的就看到川普时代的时候，接着就开始玩政治牌了，把台湾打出来了。那台湾也被拉进来打，那被拉进来打的时候，我们看到大陆没有屈服，没有让利，接着你就看到了拜登上来
再把 G7 拖下水，再把欧盟拖下水，所以不断的在加码的过程中，那目前来讲，美国打到最后，除了台湾以外，很多的国家都纷纷跳船了啊，例如说法国跳船了，欧洲很多国家都不跟美国玩了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境下，美国玩不下去了，坦白说，真的是越来越玩不下去。雷蒙多这次到中国大陆来谈判，我个人觉得具体的效果不会有，但是有2个可能是还不错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成立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啊，未来可能会产生一些效能，这个对中国大陆有利。为什么？因为雷蒙多这次还有一个使命，就是必须要确保11月份的时候，这个习近平愿意见到这个拜登。因为拜登主办国，如果亚洲最强大的国家的主席不愿意见拜登，这拜登对他的选举会很不利。所以目前来看的话，那这2个多月这个工作组能不能起作用，那就是一个关键了。也就是说，雷蒙多的意见中国听到了，中国的意见雷蒙多也听到了。那中国提出的5项，雷蒙多提出的5项，彼此之间就要在工作组中开始来谈。如果双方都各减掉1项，那习近平跟拜登见面的路就更近一点，再减掉就更近一点。但是如果美国又开始增加项目，例如说去风险化，那彼此之间工作组又卡住了，那2位要见面的几率就更下降。所以你可以看到工作组会成为一个可以用的一个活的工具啊。另外有关于这个中东地区的问题，伊朗很明显的，他跟中国大陆走得非常的近了。伊朗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这是地缘政治的因素；另外又加入了金砖国家了，这是金融经贸体系，所以使伊朗他越来越不会承受到美国对于他的制裁，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会越来越无效，因为只要加入金砖国家，美国都难以施加制裁。来，帅将军，这个雷蒙多这个谈判呢，我觉得是收获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拜习会如果不能够见面，对拜登的竞选连任有伤，但是你这个商品解冻以后呢，对美国这个反中情绪里面也有伤。所以是你说都有伤。这个工商小组不过就是开送礼的礼单，这个礼单不会太漂亮。为什么？这2个矛盾因素是拜登为什么要急着见？明年要选了嘛？拜登为什么不敢释放出来呢？老百姓已经开始反中了嘛。所以选票跟英特尔不一样啊，英特尔是大商家，选票呢，英特尔也是捏到你选举的痛点。为什么选 Ohio 呢？ Ohio 是个摇摆州，摇摆州对总统大选绝对有关系。所以这个经济战就是我认为不会有太多的成果。雷蒙多只是想突破到拜习能够见面，就看习近平的定力能不能透过这个东西换到更多的解除这个制约了。你像半导体就是卡的脖子卡得很紧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看谈判桌上能有什么成果。那有可能我的估计是不会有太乐观。那针对 G20 跟 G11 这2个是可能变成一个对抗吗？对啊，那你是讲金砖跟他对，当然是对抗，因为 G7就是美国利用这个东西制造全世界的游戏规则、行动准则，玩的所有的把戏都他们来制定。那中国大陆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要按照一个公平的原则制定，以我们需要为主的一个游戏规则。美国最怕游戏规则改变，因为游戏规则改变以后，他以前剥削人家的经济手段都会减弱很多，这种不义之财就不太容易悟到了。所以为什么金砖国家这么多国家热烈的想加入呢？被美国迫害太久了啦。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敢讲。今天有这么一个大国出来当领头羊，一宣布，那就大家都想进来。所以这个东西是未来金融作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的方向。因为中国大陆处处针对你的毛病来了嘛，我不常备管辖，我不介入你内政，我没有附加条件，我只是帮你发展。
阿拉伯有钱，我有技术，俄罗斯有油有粮，这就是抓到所有全世界人心的最重要的东西嘛。美国是开很多人权啦、民主啦、自由的这种空头支票，在非洲已经没有用了。在台湾还有点用处，在其他地方就没什么用处了。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作恒。首先来邀请这一节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退役中将帅华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驻纽大使介文吉。中恒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赖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个郭台铭他宣布联署参选之后呢，那当然大家就质疑，首先就是他的鸿海财产怎么处理？那万一呢，这个中共威胁要没收的话，他能够放弃吗？那他怎么说呢？他说：“请来吧，如果牺牲个人的财产可以换到这个两岸的和平愿意哦。但是这个是他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吗？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就影响到了鸿海的股价啦，股民就怒斥他这个白差因为呢就是说，你这样子是把股东给献祭出去了吗？那 PTT 就有人整理出来说，鸿海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超过净资产有85%，所以如果真的被没收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是鸿海股东都要天崩地裂了吧？所以真的投资人被吓坏了。你看股价呢，早盘就下跌了2.7%，而10分钟呢就有超过2万张的大量跌幅，超过2%，最低是来到了105.5元。鸿海赶快发声明说，公司不是郭台铭一个人是80万的股东共同拥有的。而郭台铭4年前呢，已经完成了交棒，所以公司不会参加政治鸿海就赶快的要来撇清了。而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在中美现在状况呢还是蛮紧张的，那当然跟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有一些关系一路呢，我们先从这个东海这边来看到解放军呢第一艘这个054B 型的巡防舰就说即将要下水了，而呢它号称说是采用先进的阵列雷达系统，上头还安装了这个055型的驱逐舰的隐形桅杆大家可能就是看起来觉得有点复杂，对不对？但反正呢就是说它这个可以反超美军新一代的星座级巡防舰这可能会变成未来中方海军最重要的战舰之一。好，那现在呢这件事情也让日本说，现在对于这个附近的一些海域空域也蛮紧张的所以你看中国大陆的无人机靠近台湾，而日本的防卫省呢，他们也把战机就紧急来升空要来监控了。那美国就模拟说，未来2年可能会部署数千台的无人机，主要就是要对抗中国大陆的军队数量优势那所以现在要赶快先来提前部署了。那除了呢我们刚刚提到在这个东海部分之外呢，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在2000吨级的海警船呢，也说配备这个冲撞的设备就是要来支援非美日韩，他们呢现在就是要官宣要联手所以日本呢他们在之前我们有看到他介入了这个所谓南海这边的仁爱礁的事件了。那日本呢这一次呢也是向菲律宾说要来援助这个海警船，那说这个可以专门对设备还升级了那说可以适合近距离的撞击的设备所以大家也解读说，这明显就是冲着中国大陆解放军而来吗？那美加日呢现在这个6国有军舰有进行一个演习，说是在9月的时候呢就要联合穿越台湾海峡了。而加拿大的海军呢也是就是在9月1号这一天因为说这边情势比较紧绷的状况之下，所以呢有一场联合的演习。不过我们看到这个天雷操演呢，登场了国军的这个操演可是呢共机呢就直接闯中线呛瞎说台湾的飞机马上离开，否则呢很可能是后果自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美的紧张状况是从东海一路延伸到南海，而中国大陆和新加坡则是呢现在在9月1号到9月14号要来展开联合的军演了。两军呢把这个疫情后首次的恢复
这个名字叫做合作的双边演习。那恢复这个军演呢，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这个加拿大的海军哦，他们现在也说巡防舰要穿越台湾，所以感觉起来呢，双方还是呢氛围比较微妙一些哦。新加坡的前外长呢就提到说，台湾啊，你不要以为说你真的是个好像就是帮你吗？不是哦，他说只是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而台湾本身不能够决定战争和和平，而是由美中来决定的。所以美洲两头大象在打架，那我们要遭殃了吗？先请教这个将军怎么看说中美现在的整个呢武器开始呢一步步呢大家都开始在部署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在美国希望拜习会之前呢加重的一个筹码。所以新加坡那个外长讲得很好啊，这个台湾不是你启发战争的一个你只是美国跟中国手里用了一个棋子嘛。首先看啊，它这个054B 的下水啊，那这条船从5000吨扩充到7000吨，然后它的最成功的是把雷达能够整合成功。因为海军这一条船上，它有各式各样的雷达，而且还会相互干扰。这个东西能够把它能够整合，是一个很大的科技的突破。那它整合好的雷达又能够收缩的距离更远，能够锁定的打击目标更多。所以这条船呢，就是将来就是航空母舰旁边的带刀侍卫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它既能攻击反舰飞弹，它能打击人家的船，也能提供舰队自己的防空火网，所以这条船呢很被看好。那美国跟这6个国家搞这个台湾海峡，我现在估计他是不是真的穿海峡？那个姿态是摆得很足了，但是他一定是打了自由航行的这个口号啊，来穿越海峡，因为你也构不成真正威胁中国大陆的这个沿海的这个战略跟战术的部署，所以这个是摆一个姿态了。那么美国想在中国这边挑事，你看，所以这个菲律宾跟打了鸡血一样，突然想，哎呀，我现在要对付这个海警船，我要把船头装上冲撞设备。可是你想一想，菲律宾的船的吨位那么小，你就算是装上了，你又能对这么大吨级的8000吨以上、上万吨的这个海巡船能够造成什么伤害？等到人家回手一炮，你可能就完全肢解了。所以这个问题都是在摆姿态了。摆姿态的目的就是说，我并没有从东南亚退出、东北亚退出，我拉了日本，还有加拿大呢，根本就来作秀的了。你万里迢迢，你能做什么？而且加拿大海军也不强嘛。重点还是美国要拉这个8国联军的这个姿态，跑到这边来秀个肌肉。我想这个都不会构成真正的军事威胁，只是在挑衅，而这个挑衅呢，并没有含着有起战的准备，所以我们也不必太担心这个东西，只是说双方这个 bluff 在虚张声势了。那一边雷蒙多要到中国大陆去谈，一边呢又在大陆东南沿海秀肌肉，这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安全协定很重要，你跟我不通电话，不建立热线，万一这些东西冲突成了事实啊，那到时候后悔不及。它的含义是这个，但是中国大陆有在乎吗？因为你在我家门口耀武扬威，我的飞弹、我的船只、我的飞机要反击的话，美国就受不了嘛。所以美国人怕军人死伤啊，这心态你很容易了解。第一个，我上次讲过，火力前伸，兵力后退，现在又拼命在做无人机，就是减少伤亡嘛，对不对？所以他真正有没有启发大战的决心，我是表示存疑的了。这个东西只是在一个显示一个威慑的一个作用，但是效果也并不大。谢大使怎么看说现在呢这个中美紧张的状况之下，可是我们可能就是要任人摆布的嘛？所以你讲起来就是很难看的，就是说，对，我们毫无自主权。每天民进党喊了人权了，什么自主了、民主了、主权了，
你看我们哪有一点主权？人家放核废水，你屁都不敢吭一对口。还有人讲可以喝，我倒希望谢长廷大使怎么看？你喝喝看吧。大使怎么看？我们就跟帅教官讲，我们要有自主权，对，要自己把自己的利益抓准啊，走对路。可是蔡英文他们是完全倒向美国啊，基本上倒到什么程度呢？叫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啊，有毒的你就吃，对不对？他更可悲的是啊，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他还派一个心态上还是当日本亡国奴的心态的这种人去做日本的代表，然后呢，他讲的话连日本的人都讲不出来了，就是说你这个有放射性物质，还有对人体还有利啊，还对人体还好。对这个以前这位先生啊，驻日代表帮助的助哈，他以前就曾经说过，他说这个核废水我们也有排啊，我们的核废水里面的这个残余物啊，比日本的核废水还严重。现在我们就要厘清一下，这有3个观念，一个叫核废水，一个叫核污染水，一个叫处理水啊。我们台湾核1、核2、核3排的水叫核废水，就跟这张图一样，弄得非常清楚啊。有一张图哈，基本上是什么？它是在整个核反应炉外，这个钢板保护以外，把那个核反应炉冷却的，它没有经过那个炉心。那日本的这个福岛，它是炉心溶解了，那所以它去冷却那个炉心的水呢，是直接碰到核反应炉内部的，这个水叫污染水，核污染水。那日本政府说我们没有污染，因为我们是污染了，可是我们有一个 ALPS， 我们把它处理了，变成不污染了。所以日本政府说我们这个叫处理水，所以这个现在有3个名字。日本政府说是处理水，可是日本的抗议老百姓说都是污染水，我们也认为是污染水。但是最近日本好像真的蛮忙的，我们看到就是有包含军演啊，有些动作，那是不是也是说这个在中美的角力之下，在东海到南海真的是蛮不平静？其实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就是说所有的总导演就是美国啦，那他把他的小弟通通动员起来了，对，从日本、韩国、加拿大、蔡英文蔡英文是小妹啊蔡英文到菲律宾，现在又要找越南，然后再找印尼，基本上是对中国大陆全方位的包围跟骚扰。对，可是呢，这些国家基本上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扮演一个角色。可是现在最危险是菲律宾，因为美国不但自己上，还有叫韩国、日本也叫菲律宾怎么样往前冲啊，带着钢盔冲啊！你一个钢盔不够，我再给你加个钢盔。你的防弹背心不够日本说那我再送你2套，一个单兵穿3件防弹背心，带2个钢盔往前冲。问题来了，炸弹它还是炸得尸骨无存对，菲律宾就看他们这个国家有没有什么智慧了，要不要当做炮灰？现在美国抓到一个机会了那日本也抓到机会了，现在就是在菲律宾，在黄岩岛，不是在这个仁爱礁上面。那最近美国这个拜登去完G20以后，他要去越南，那么他想把越南也搞成另外一个菲律宾。那台湾已经是美国的囊中之物了，这个是蔡英文对美国不是说百依百顺了吗？对，要怎么样就通通照单全收，所以是最危险的。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新加坡的前外长把我们台湾的位置讲得很清楚。那你要做这样子的角色呢，还是要怎么样？你要把自己往那个枪口上去撞，还是说你自己把刺刀往自己的胸膛里戳？你要扮这种角色呢，还是说怎么样？找到自己一个最安全的位置，不要跟着这个美国的拍子走。现在美国是把台湾往战争方向走，那现在问题就变成，我们有一个某党的候选人还说不能怀疑美国，我老天哪！我从我台湾的利益出发，我谁都可以怀疑。我要的是我们台湾的安全，我们台湾的怎么样幸福，谁不能怀疑？只要谁在破坏台湾人的安全，谁在破坏台湾人的幸福，后代子孙在这个土地上过好日子的权利的话，我们就怀疑他。为什么不能怀疑呢？那有这种以别人当做自己的什么，当做自己老板的这种人在台湾
不配出来领导台湾。台湾要一个什么真正代表台湾利益的一个领导人。那老师怎么看哦？说这个鸿海哦，因为郭台铭的关系哦，这股价大下跌。郭台铭讲这个话，第一个很不负责任，第二个很不符合现实跟实际，第三个充满了挑衅。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不可能也不会没收这个富士康在大陆的资产，除非你富士康现在还是属于这个郭台铭的，然后郭台铭宣布他就是要搞台独，要搞独立，那中国大陆可以根据反分裂国家法，然后根据相关的法律把你列为台独的名单，冻结你在中国大陆的资产，除非你做到这一点。对，但是我相信郭台铭不敢做到这一点，也不会做到这一点。既然不敢做，也不会做，只是出来选一个总统，而且还选不上，这样的情形，中国大陆就会把你的富士康没收，这个讲大话了。而且对于大陆是极端的不友善，极端的挑衅，好像把中国大陆讲成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这是很不可以做的事，不应该这样做。然后第三个讲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话，怎么说不切实际呢？他说，大不了我都被没收，然后呢，我再去做这个模具工人，不必了，你的家财万贯啊，你除非，但是你绝对做不到，不然我跟你赌，除非不然你绝对做不到，我再强调，我可以跟你赌，你把你的所有的财产全部都捐出去，你所有的含你太太的名牌包也全部都捐出去，你太太不知道有多少爱马仕而且还限量版的，爱马仕它只有越来越增值，你全部都捐光，然后你说我从现在开始宣布我口袋里面是零，我去当模具工人，那可能，但是你有没有可能做到？绝对不可能。所以不要讲你做不到的话，因为你讲你做不到的话，只会让更多的年轻人觉得你太不切实际了。第一个，你让你的股民受伤；第二个，你让很多年轻人感觉到你这在讲笑话，因为你不可能再回去当模具工人，你绝对不可能。我保证你不可能，你也绝对做不到。你把你的财产全部都捐出来，我保证你绝对做不到，保证你绝对做不到所以我觉得那就没有必要去做这些挑衅的话。好，另外我觉得还要有一个美国，他目前他说他要制造无人机，这是确实是在俄乌的战争中看到无人机的效用。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平心而论，美国的造舰能力跟美国制造无人机的能力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来比了，在能量方面完全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来 PK。 所以我觉得当美国说他要打造1000架的无人机的时候，中国大陆要打造10000架都没有什么困难。更何况无人机有2种，一种就是有人操作的无人机，另外一种是由 AI 控制的无人机。不过我还是强烈建议 AI 控制的无人机目前来讲千万不要随便发展，因为哪一天这些会自动演算的无人机失控了，问题就更大。日本现在是充满挑衅，没有一个演习他不参加，对，只要能够刺激中国大陆演习他都参加。日本想借这个机会在美国当靠山下把自己的亚洲的力量提升，可是我觉得日本跟中国大陆已经不是同一个量体了，差太大了，一个这么高，一个这么低，所以我觉得日本真的不要不自量力了。所以这个也看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定位，要当人家棋子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